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最近小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人功成名就？小编曾幻想了无数种答案，包括奋发向上、行善积德、努力刻苦等等，但这些答案都太过于虚无缥缈。直到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小编突然悟到了这样一句话：主动去做那些让自己会痛苦的事。当这句话从内心传出的时候，小编终于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功成名就的答案终于找到了。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从这句话中所悟到的人生真相。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美国名校芝加哥大学有一位教授在到访北大时曾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就是去做困难的事，因为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那么就必须去做那些困难的事，因为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在用苦难修行的。说到用苦难修行，就不得不说到一种快速修行的方式，那就是苦行僧。这些僧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总是主动去忍受常人认为最痛苦的事，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忍酷热严寒等事情。他们让自己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获得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所以苦行僧也被认作是修行的一条捷径，因为和其他修行的人相比，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吃的苦更多更深。此外，这些年来小编一直还都有一种潜意识，我们所能享受的每一份幸福其实都是平时修行出来的，都是我们平时所积攒下来的福报。一个人是不能平白无故的享福的，也就是无功是不能受禄的，否则就是在损自己的福报。这是一种强烈的意识，以至于每当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我都会用同等程度的痛苦去抵消掉那种快感。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苦难守恒定律。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特征，而每一个人一辈子所吃的苦的总量是恒定的，它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故产生，它只会不断地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如果你越是选择现在去逃避它，那么你就越不得不在未来牺牲更大的代价去对付它。在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动不动就想环游世界，动不动就想出去寻找自由。殊不知，现在我们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心变得越来越浮躁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去直面痛苦了。因果作为整个宇宙的设计师，他最精巧、最公平的一个设计，莫过于给人类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枷锁，即凡是能够让你爽的东西，一定也能让你痛苦。同样，凡是能够让你痛苦的东西，那么最后也一定能够成全你。比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寒门出贵子等等。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痛苦了，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送到你家门口，所有的服务都可以直接上门。科技发展就是以无限满足人的享受和欲望为核心逻辑。如今人们享福实在是太容易了，吃饭可以叫外卖，购物可以上淘宝，这不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吗？然后出门有网约司机主动来接，长途有舒适的高铁，约会有各种软件，无聊时候还可以看看 TikTok 里的表演。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各种欲望都被填满，这时候再想让他们去尝试生活的艰辛，真的没那么容易了。吃苦正在逐渐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在之前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穷和苦是连在一起的，穷人就得吃苦。而现在这个物种过剩的时代，社会已经有足够能力圈养所有的人了，即便是穷人也不需要吃苦了，反而会过得更安逸舒适，天天刷刷短视频，看看直播和娱乐节目，玩玩游戏，
去拼多多上买东西，反正也消费得起。而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时代轮到富人开始吃苦了。因为一个富人要想实现财富的保值或增长，必须得去主动尝试很多东西，主动改变自己的很多习惯，甚至主动革自己的命，要保持进化，日日精进，这就是一种苦。富人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创造和守住自己打下的江山。过去说的是穷苦人家，吃的都是缺衣少粮的苦，而现在即便是最底层的人，也不会为温饱而发愁了。而且互联网时代各种精神产品那么丰富，游戏啊、直播啊、娱乐节目啊，应有尽有，可以尽管沉迷，随便放纵。未来社会吃苦不再和物质有关，而是和精神有关。吃苦的本质是收敛自己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长时间为一件事聚焦和专注，并且放弃娱乐，放弃虚荣，放弃享受，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忍受的不被理解和孤独。其本质是自制和自律的能力，是延长耐性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这些都是精神上的苦。所以说，在未来，富人比穷人更需要吃苦。而且在未来的时代，穷人要想改变命运，唯一的路径就是主动去吃苦。那么为什么穷人明知道自己是穷人，却又不想通过吃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富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不允许穷人吃苦。一旦让穷人都觉醒，意识到需要通过吃苦改变命运了，显然就会威胁他们的地位。看看我们身边吧，各种短视频、娱乐节目、游戏等等，让大家沉浸在各种浅层的刺激里。这一个个碎片化的满足，让我们上瘾，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这就是富人的逻辑，要把穷人都圈养起来，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找乐子，让他们个个乐此不疲。而对穷人来说，由于人性的原因，一个是眼前伸手可得的欢愉和快感，一个是需要用痛苦磨练自己的精进过程。绝大多数穷人宁可躺在底层的舒适区麻醉自己，也不愿意去磨砺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娱乐、游戏、短视频那么发达的原因，因为必须让穷人把自己多余的精力消耗掉。沉醉于各种短暂而刺激的快乐，是消耗一个人精力的最好方式。说到这里，不得不和大家再说一个网上曾看到过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有2个回答获得了很高的人气。第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学习的苦需要主动去吃，生活的苦却不一样，你躺着不动，它自己就来了。第二个回答是这样的：生活的苦难可以被疲劳麻痹，被娱乐转移，无论如何，只要还生存着，行尸走肉也可以得过且过，最终习以为常，可以称之为钝化。而学习的痛苦在于，你始终要保持敏锐的触感，保持清醒的认知，丰富的情感，这不妨叫锐化。学习的苦是枯燥的苦，是短期没有回报的苦，这种苦看得见摸得着，但谁都不愿吃。而生活的苦是绝望的苦，是长期没有出路的苦，这种苦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而且谁都不想吃。人性使然，所以我们都选择吃生活的苦，而避开了学习的苦，于是最后变得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但殊不知，生活的痛苦会使人麻痹，唯有学习的痛苦会让人清醒并提升。而且不选择主动吃学习的苦，就会一辈子吃生活上的苦。因此我们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要么你刻苦学习，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随时准备着逆袭，要么你就甘心堕落，随波逐流，沉浸在各种低级快乐里，成为那99%的宠物，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痛苦，被一茬又一茬的收割。说完了生活和学习的苦后，我们再来说说学佛人的苦。对于学佛人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6道轮回之苦，知道了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吃修行的苦，享极乐世界的福。很多佛弟子虽然知道修行的重要性，但依然会被外在环境所转，依然每天会花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为衣食住奔波，甚至说我连做功课的时间都没有。这就犹如我们知道了价值连城的如意珠宝，可是不去珍惜，
只追求一点点价值的东西，其实还未真正认识到一切身外之物犹如过眼云烟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始终记住一句话，凡是能让你爽的东西，一定也能让你痛苦。同样，凡是让你痛苦的东西，最后一定也能成全你。最后，愿每一个努力对待生活的你，都能学会主动吃苦。要相信，生活不会亏待一个不断进取的人。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